这是理查德·丹尼斯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的华尔街，他的名字就意味着奇迹。22岁的他使用借来的1600美金，在短短9年的时间滚成了3.5亿美金。这不是神话，而是被金融圈载入史册的真实案例。更疯狂的是，丹尼斯的操盘手法在当时被无数资深交易员嗤之以鼻。但真正让丹尼斯成为传奇的，不是自己赚了多少钱，而是他发起了一场震惊全球的实验——海龟交易实验。当时交易圈流传着一个共识：交易是与生俱来的天赋，根本无法教授。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正是丹尼斯的好友，同样是顶级交易员的威廉·埃克哈特。为了证明只要有正确的方法和足够的自律，任何人都能成为赚钱的交易员，丹尼斯发起了一个试验，从数千人中筛选了来自各行各业的23人，有普通公司的职员，有街头艺人，有职业棋手，有家庭主妇，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其中甚至有人连 K 线图都不知道是什么。丹尼斯称他们为海龟，只教了一套简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策略，然后让他们独立操盘。5年后，23只海龟累计盈利1.75亿美金，其中吉列帕克更是成为了对冲基金界的大佬，个人资产突破100亿，还有多位海龟自立门户，成为行业内知名的交易高手，全部实现了百万富翁的跨越。现在，如果你和我一样，心想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跟着我，我决定去寻找答案。很多人以为海龟交易法一定是复杂到普通人看不懂的公式和指标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丹尼斯教给海龟的只有4个核心法则，而这4个原则正是他从1600美元赚到3.5亿的关键。第一，风险固定，每笔交易只亏2%，守住本金底线。丹尼斯反复强调，交易的第一要务不是赚钱，而是活下去。他要求所有海龟每笔交易的风险不能超过账户总金额的2%，这意味着无论你对一笔交易有多有把握，都不能孤注一掷。比如你的账户有10万美元，那么每笔交易的最大亏损不能超过2000美元。当然，2%的比例不是绝对的，它会根据交易品种、时间框架和策略调整，但固定风险的核心原则从未改变。市场永远不缺机会，缺的是能守住本金、等到机会的人。第二，迅速止损，截断亏损，不让小亏变大亏，尽快止损，让利润奔跑。当市场走势和你的预期相反时，不要抱有任何幻想，立刻平仓离场。止损就像汽车的安全带，你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，但只要用上一次就能救你的命。丹尼斯发明了一套结构止损法，通过分析价格的前期高点和低点，找到市场的结构支撑位和结构阻力位。如果价格跌破支撑位或突破阻力位，就说明你的判断错误，必须立刻止损。第三，顺势而为，不预测市场，只跟随趋势。永远不要试图预测市场，市场永远是对的，我们要做的只是跟随它。很多交易者喜欢猜顶猜底，看到价格涨了很多就觉得会下跌，于是做空；看到价格跌了很多就觉得会上涨，于是做多。但丹尼斯认为，这种预测式交易是最愚蠢的。市场的趋势一旦形成，就会持续一段时间，与其预测趋势何时结束，不如顺着趋势的方向进行交易。海龟们正是靠着这种不预测只跟随的策略，抓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行情。第四，让利润奔跑，盈利的核心是大赚一次。丹尼斯的策略中最反人性的一点就是不轻易止盈。很多散户的习惯是赚了一点就立刻平仓，生怕利润跑掉，但亏了的时候却抱着会反弹的幻想一直持有，直到亏光。这种赚小亏大的模式注定是亏损的。而海龟交易法的逻辑恰恰相反，亏的时候只亏一小点，赚的时候要赚够大的。交易的核心不是胜率，而是盈亏比。下面这部分是今天这期视频的精华，听完你就能实操。很多人觉得海龟交易法听起来简单，但实操起来难。其实丹尼斯早就把所有的细节都交给了海龟们，甚至细化到了指标的参数设置，只要严格遵守，普通人也能上手。根据丹尼斯的思路，我总结了一套日常使用的海龟交易的核心战法，现在分享给你。当然你也别忘了帮我去点赞订阅。第一，20日均线与200日均线多头排列，200日均线平稳向上，20日均线帮我们做持股和低吸策略，200日均线帮我们判断大趋势的方向，过滤掉逆势交易。第二，涨幅大于3%以上且收盘价创55日收盘新高的中大阳线，无异动不交易，只有当价格突破重要结构高点时才考虑入场。
第三，次日收阳买入，止损价就是中大阳线最低价，止损一旦设置，就像战场上的防线，绝对不能失守。翻看日经225指数，在25年6月26日和7月23日都符合我们讲到的这套战法，次日收阳果断买入，回调到20日均线及时低吸加仓，稳稳抓住主升浪。再来看285A 这支票，25年9月5日股价突然跳空高开，涨幅超过16%，轻松突破了6月底20日均线上穿200日均线后构筑的长达2个多月的横盘区间，次日冲高收阳，果断买入，这一波42个交易日暴升334%。同样锁定26年4月8日这根18.6%的 K 线，后续49天获利366%。很多人学完海龟交易法后依然赚不到钱，原因不是策略不好，而是缺乏自律。23只海龟盈利差距很大的核心就是自律，严格遵守规则的都赚了大钱，中途擅自改变策略，抱有侥幸心理的最终都失败了。丹尼斯总结了交易者最容易犯的3个自律陷阱，也是所有人必须克服的。第一，侥幸心理，这次破利一场应该没事。很多交易者在连续盈利或亏损几次之后就会产生侥幸心理，这次不是止损应该会反弹吧，这次逆势交易说不定能抄底成功。但市场从不留情，一次破利就可能让你之前所有的盈利都归零。第二，贪心不足，多赚一点再等一等。止盈时的贪心和止损时的侥幸同样致命。有的海龟在盈利已经达到预期后不满足，想多赚一点，结果价格反转，盈利变成亏损。还有的海龟在趋势已经结束，触发止盈信号后依然持有，希望价格能继续涨，最终导致盈利回吐。第三，情绪失控，亏了就想翻本，赚了就想加码，情绪是交易的最大敌人。很多交易者在亏损后会变得急躁，想立刻翻本，于是重仓入场，频繁交易，结果越亏越多。在盈利后会变得贪婪，想加大仓位，结果一次亏损就把之前的盈利都亏回去。非常感谢你能坚持听到这里。如果你是交易新手，想学习海龟交易法，丹尼斯给出了3个实操建议，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。第一，先用模拟盘练习3到6个月，再用实盘。模拟盘练习时至少完成100笔交易，并且胜率能稳定在30%以上，盈亏比能稳定在3比1以上，再考虑用实盘交易。第二，从小资金开始，慢慢加大投入，不要一开始就重仓交易。哪怕你对一笔交易有100%的把握，市场永远有不确定性。小资金是你探索市场的试金石，而不是赌本。第三，建立交易日志，每天复盘。通过复盘，你能不断优化自己的交易，避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。复盘是交易者成长最快的方式，没有之一。市场是公平的，它不会偏爱任何人，但它会奖励那些遵守规则、坚持到底的人。如果你也想在交易中赚钱，不妨从海龟交易法开始。它可能不是最复杂的策略，但一定是最适合普通人的、最能赚钱的策略之一。交易的本质是克服人性的弱点。当你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自律，你就能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也欢迎扫描视频右上角的烂二维码加入我的学习社区。无论是你的持仓股票还是交易中的问题，我都会尽量进行1对1解答。我是强哥，16年职业交易员，带你看懂市场，做对交易。关注我，下期见。